你们3个人进入第2轮面试，恭喜！面试的题目是共同完成一项旅游提案。在这之前，你们为什么会选择我们公司？互联网时代的是面向个人的，而旅游业产业也是这个趋势，所以我想在这个领域谋求新的发展。我呢就是比较感兴趣，所以想来试一试。你呢？宁夏。宁夏。为什么要来我们公司？因为我在你们的网站上看到过90%的主题都和爱情有关。虽然说我没有谈过恋爱，但是呢，我看到过很多相关的书籍和电影，而且我也想象过爱情的样子。我觉得爱情和旅行是一样的，都是2个人一起欣赏路边的风景，一起克服困难，一起到达终点。我希望我可以成为这种浪漫之旅的护航员，给大家留下更多美好的回忆。因为我工作有理想，所以呢，工作起来会更有热情。你26岁了，没有谈过恋爱？对。那么，26岁，没有谈过恋爱，没特殊经历，学历很低，既没有好好读书，也没有享受人生，你都干什么去了？人生过成这样，还口口声声说你会对工作投入激情，难道你不惭愧吗？你别管我了，你快点走吧。我该不该把自己施救者的身份亮出来呢？也许对我争取这份工作很有帮助。不行，我不能示弱，施救是我愿意做的，不需要用此来乞讨什么。我说，你在发什么呆呀？你听见我问你的话了吗？我不觉得平凡的人生有什么值得惭愧的呀。可是我们这份工作需要给一个有冒险精神的人。但是你们也需要有工作经验、有热情的人啊。我们这份工作还需要一个有学历的人。就算是你不给我这个职位，也不应该对我的人生妄加评论呐。是谁给你惯着臭毛病啊？以攻击别人为乐。哎，你是不是把所有充满梦想的人骂出去你就高兴了？你是要看心理医生，你知道吗？好，我愿意给你这个机会。我很明白地告诉你，我给你这份工作，因为我觉得你太可怜了，就当我是做慈善好了，让你去真实的世界看一看。就算这样，你还是愿意跟我签约，对吗？即便被我羞辱了，想想月底要交的房租，想想这份工作带来的虚荣心，每天可以和这座城市里最优秀的族群进出同一栋大楼，拿着一杯咖啡，挂着一张门卡，穿着职业套装进进出出的。上班呢也不用挤地铁，出差入住高档的5星级酒店，再也不用挥舞着一面廉价的小红旗，带一群只会找麻烦、挑剔、不愿多花1分钱的游客，再也不用蹲在人满为患的旅游景点旁边扒一盒盒饭。所以想到这些和理想一点没有关系的便利，你还是会接受这份工作的。我说的对吗？所以别再说工作是为了理想。我个人认为，大家来工作，都是用自己优秀的专业技能换一份配得上老板给你的薪水。你童话书看多了吧？还是你的阅读水平只停留在小学而已？你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，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充满偏见的人。这就是你说的真实世界吗？你根本就不懂我们的苦衷。你凭什么这么刻薄？刻薄？哼，是你自不量力好不好？我发现你除了耍2句当导游时的嘴皮子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长处。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事业，理想只不过是你们逃避失败的一个幌子，让你能坚持下来。别啰嗦了，签还是不签？这是你最后的机会。好了，今天的面试到此为止，你们可以走了。每一个人都让我很失望。赵总，我们前面各项考核，宁夏已经是最出色的了。而且之前不是讨论过他的学历问题吗？你已经让步了，刚才那样是不是太苛刻了？苛刻？
这点打击都受不了，还怎么出来工作？人家第一天来面试，能跟你坚持这么几个回合已经不容易了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讨厌学历低？因为我觉得学校不能教给他们什么东西。我更讨厌那种说我没兴趣、没才能、没运气的人。那他们不会努力啊，这样的话能经得起什么挑战？而且刚才我给过他机会了。赵总，您这样怎么招得到人啊？招不到也比招一群白吃饭的好。秦昊，你这个大混蛋，就是你非得让我来吧？你看我现在被人骂出去了，你骂出去你还高兴了吧？我就说嘛，我一个职高生，我怎么跟别人比呀？真是就是你，气死我了！你说这样被人骂。好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先挂。没事没事，反正也不是所有老板都这样的，只有他是这样的。看来老板低不下高贵的头啊！怎么，这受伤了还不找人帮忙？你怎么知道我受伤了？我瞎猜的呀。哎，你是不是觉得你刚刚把我骂哭了？现在我要来帮你，觉得不好意思啊？不过没关系，反正呢，我也不想在你们公司应聘了，你也不是我的准老板，别觉得尴尬。怎么，不要啊？用我的手机发一封邮件，标准格式，内容是我们已经聘用到最满意的员工，全英文，现在。你要聘用我呀？计时开始。你只有5分钟的时间。哦，好。哎，那个密码。2046，还剩4分40秒。204，哎，为什么是2046呢？问这么多干嘛？还不快点！哦，好。还有3分钟。但这个怎么弄啊？这个我建议你先在备忘录里写好要发的内容。对呀，哎呦，我怎么就……时间到。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你真的不适合这份工作，并不是因为你的学历低，而是因为你太笨了。哎，赵总，其实原来我是不想来面试了，但是我突然发现能教会我很多东西。我知道我学历不够高，但是没事啊，我可以努力啊。哎，要不然这样吧，就是咱们前3个月的那个试用期工资，我可以1分钱都不要，这是高学历的人做不到的。我知道我学历低嘛，但是呢，便宜有便宜的好处啊。你给我这个机会吧。赵总3个月时间，我会对你进行严格考核，就当我们打一个赌，赌注就是我们对社会的固有认识。我说你留不下来，希望你能让我改观。真的啊，我成功了！我不会放弃的。一会儿来办公室，领你的第一个 case。来之前，请把脸洗干净。我脸怎么了？我成功了！二姐，哎，志远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这不想你了吗，姐？肯定是叫你打探情况了吧？不是，是我自己要来的。你看看你，出这么大个事儿，你都不关心大姐。大姐怎么样了？哎，不哭不闹，按时睡觉。这不挺好的吗？好什么呀？你看人家呀，都哭得昏天暗地的，就他这样，他肯定还没走出来。这样下去的话，他都很难找到幸福。这么严重呢？那可不。哎，叔叔婶儿怎么样了？
别提了，一言难尽呐。我妈呀，现在弄得跟炸药包一样，不管别人说什么，她都爆炸。我爸呢，就跟受气包一样，天天被他骂。这2天呀，没办法，天天跟李叔下象棋。不过他心态还挺好的，说什么虽然呀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没嫁给他就对了。不过叔这话说的没错。哎，你工作找的怎么样了？哎，别提了，简直是跌宕起伏。今天去面试了，还好得到了3个月的试用期。那挺好的啊。那公司怎么样啊？这个老板吧，嘴特别坏，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。不过好像懂挺多东西的，我应该可以学到很多。你们那公司是旅行社吗？是私人旅游定制公司。那你得把握机会，好好干呐。我听说呀，他们这种私人旅行社都佩戴摄影师的，到时候你推荐推荐我啊。得了吧，就你这3脚猫的功夫还找我？你说什么呢？别人不知道我水平，你还不知道吗？我那照片不用 PS， 张张都是精品，都能拿到那个法国俘虏宫做展览。什么？俘虏宫啊？卢浮宫？笨死了你！喂，姐。小夏，你在哪儿？哦，我在家附近呢。别上来了，楼下等我。哦，好。哎，姐说她马上过来找我们，我们在家门口等她吧。赶紧的呀！走。先进去了。行，那你就过去吧。行，一会儿见。喂，你过来。你抽空去一趟哈乐旅行社。哈乐旅行社？你紧张什么？和这家旅行社有渊源？啊，没有。好，你到哈乐旅行社以后，按照纸条上面的车牌，找到本月23号这辆车上的导游。赵总，你找他干嘛呀？我要感谢他。问这么多干嘛？找人就行了。问这。分手旅行。树洞先生，晚上好。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成功的通过面试，获得了新的工作。洪小豆，你很厉害，好好干。你来吧，这样就想难倒我啊？嗯？每个人都忙着自己的事情，总之我是不会放弃的。树洞先生，和你说了这么久的话，也不知道你到底是一个机器人、一棵树，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呢？你每天都要吃掉这么多的秘密，那你的秘密会跟谁说呢？
赵总，我自己来就行了。我不是想帮你，只是怕你砸坏了我们的饮水机。还有，我已经好了，别把我当老弱病残。哎呀，我的眼睛！哎呀，我眼睛怎么会有沙子呢？真的很奇怪，这个大室内的还会有沙子，哎呦，有点疼。可不。相识是杯醇香的酒，相逢是优雅的歌，相聚是那南飞的雁。那开心的往事不为别的，只为那份纯真的友谊和彼此的依恋。写得好，写得好，也可以有啊。先生，这个呢是我这次的计划和安排，谢谢。谢谢。宁夏，小声点。丁可。哎，小夏，客户来了。哦，好，这个去啊。哦，好，加油。你说他能坚持多久啊？哎呦，一个职高生能坚持多久这件事情，值得我们拿来讨论。你们俩上班时间别背后议论别人。好嘞。哦，来，刘欣姐，看看我重新修改的方案。我对你这个整体想法啊，感觉还不错。但是呢，能不能把全部的行程压缩到1天之内呢？因为我的先生第2天要出差。行，没问题。不过我想问一下，为什么张先生不来啊？他应该听一下我们这个策划案的。哦，他工作比较忙。再说了，我来你们公司策划这个分手旅行的事情，他并不知道。哦，对了，我还有个要求，就是关于温情的方面，能不能减少一些？就换成那种象征着我们的婚姻走到了终点这个项目，好吧？另外，还有找一个有纪念意义的地方，了断了我们的过往。哦，对了，我们曾经在一个大树下面埋过时间胶囊，我们想把它挖出来。行。陈女士，我冒昧问您一个问题。听您刚才那么说，好像你们的夫妻感情还挺和谐的，那你们为什么要离婚呀？哎，不好意思，我就随便问问。那这样吧，等我这个方案修改好了，我第一时间发给你们邮箱。行，那麻烦您啊。没事，那就这样啊。哦，对了，我听说你们麦味公司的，在业内的知名度很高，还有听说你们的老总年轻有为。哦，您是说赵总吧？您认识他？哦，不，我不认识他，我是听朋友介绍才来的。不过，确实是很专业。哎呀，谢谢您，谢谢您，我很满意。好了，那就这样吧。那您慢走。哎，好，再见啊。好，慢走。哎，再见。真奇怪，为什么要离婚啊？你是做项目的，不是查户口的，人家离婚和你有什么关系？我不是这意思啊，我就觉得劝和不劝分嘛。这是你接的第1个 case， 你最好小心一点，不要再被我抓到打探客户隐私的这种事情，明白吗？吓死我了！哎，听说她在婚礼上被甩了，是真的吗？何止被甩，她老公是直接带着别的女人就跑了啊！
感谢各位对我婚变事件的关心。如果还有任何想要了解的地方呢，你可以妻子来问我。同事一场的，我一定事无巨细的告诉大家。大家都到齐了吧？今天召集大家开会啊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大家：爱德华珠宝公司将于我们酒店举行一次珠宝秀。这个公司是刚刚进入到中国来的，这次秀对于他们来讲是至关重要的。他们对国内的销售策划不太了解，所以全权委托我们公司对他们进行策划。我们这样，我们分成2个组，2天之内，大家把自己的策划方案拿过来进行投标。我希望大家要用一些新颖的思维，给爱德华品牌一个好的定位。宁先，个人问题在会上我不应该说，但是还是希望你能够调整好心态，好好的投入到策划当中。当然，大家以后在公司也不要去议论个人的问题，把注意力还是要放在工作上。谢谢总监的关心，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尽全力做出一个最出色的报告。好，大话可先别说在前头，咱们2天后见分晓。行，既然大家信心十足，那我们就马上开始。散会。好，来吧，我们走吧。艾米，你去调查一下关于近期珠宝秀展出的情况。好的。Sherry， 你帮我查一下这个爱德华珠宝公司，他们公司的背景，还有他们对于产品的定位。嗯，好。搞定！原来电脑系统还有不一样的呀。Lucy 呢？他有事儿先走了。好吧，那就你了，跟我走。我？是的，就是你，难道还让我等你吗？赵总，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？轮不着你打听的事。那你干嘛叫我出来？等一下你就知道了。你听着，这边不能停车，你就开着车在附近绕圈。我办完事打电话给你，然后你过来接我。啊，赵总，但我不会开车哎。拜托，你除了吃还会干嘛呀？你要不会开车，把钥匙还给我。行，那交给我吧。可以。交给你了。喂。啊，小强不见了。啊，那快跟我走，我刚才下棋了。老王，我不下了。孙子梅，小强不见了。哎，吓坏了，老李啊，你这个什么意思啊？说好来实盘的，来了5盘就走人了，还真是没劲。哎，你车子怎么停在这里啊？师傅，您让我停一会儿吧，我一会儿就走。你看看这个像什么样子啊？影响我们下棋了，你懂吗？哎呀，这地儿不是挺宽敞的吗？要不这样吧，我给您钱，1个小时，时间到了我就走。我差你这点钱，我有钱，我跟你说，开走，马上开走，气死人了。大叔，要不我陪您下棋吧？正好你不是也没人吗？如果我要赢的话呢，我就等到老板来；如果你要是赢了的话呢，就把这车开走。
你陪我下棋？我的棋龄比你的年龄大几倍，你陪我下棋？那来一盘。真要陪我下棋？当然啦，来吧。你不脑残吧？来吧。来，摆。我倒不信了，和黄毛丫头跟我来比。那以后还请各位多多担待，公司的发展还需要靠各位前辈的支持。丹桥在这里感谢了。OK， 你赵丹桥说要出来干点事，我们能不顶一下住吗？嗯，谢谢。OK， 保持联系啊。好的，一定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将军啊。老王啊，你怎么会下不过个小姑娘啊？刚才应该别那个马。哎，您什么意思啊？你这不是马后炮吗？啊，观其不语真君子，你懂吗？别乱说，别乱说啊！好了，别吵了，让他想想吧。哎呀，别吵，让好好想想。哎呀，这下棋呢，干嘛呢？这是。宁夏。赵总，我让你看车子，你却在这下棋，还挺会找乐子。我在看着他呀，这不是完好无损吗？你是不是要接着下棋啊？不，稍等一下。各位大叔大伯们，今天特别感谢你们，但是我得先走了。要走了？我还想报一箭之仇呢。但是我老板叫我赶紧回去。小姑娘，我不得不说，你呀还真有两把刷子。我呢愿赌服输，下回啊咱们再大战300回合，怎么样？行，一言为定。好。赶紧上车。没想到你还挺会下棋的。还行吧，我以前学过一些。光学这些没用的东西。这个怎么能说有没有用呢？这个是种乐趣。你现在该学的还没学会，连重要的生存能力都没有，光顾着追求乐趣。哎呀，赵总，我也没有你想的那么不学无术。其实这是我爸爸在我小时候教我的，他那个时候工作压力特别大，所以呢，这是他唯一的一个乐趣，所以我就学过一些。那现在呢？没有，我爸已经过世了。抱歉。没事儿，很久以前的事情了。我不会因为你跟我说了这些就降低对你的要求。我也没这么想。喂，志远，怎么了？什么？你们胆也太大了吧！这样吧，秦昊酒吧见啊，一会儿过去，啊。哎呀，赵总，我弟弟出事了。哦，那我给你放在最近的地铁站。怎么了？难道你把我当司机，让我把你送到目的地？啊不，没，
就前面放下就行。要没有我，能停那么久？臭屁！呀，什么情况？姐弟俩都来了，喝点什么？喝什么喝呀？志远，你看看你干的好事儿。姐，这个不能只怪他，这是我们俩一起决定的。志远，啤酒。我喝啤酒，你给我老婆来杯那个热水，她怀孕了。是不是啊？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刚刚领的证。行啊你。哎，姐，你是干嘛开会呢？我说志远，你知道我工作多忙吗？非把我叫来干嘛呀？姐，两位姐姐都到了，今天我就隆重的宣布一下，我跟小德同志今天正式领证了。小德，你们开玩笑呢吧？没有，是真的。恭喜二位新人！你就别瞎起哄了。你看看这2天家里不炸开锅呀？我婶儿跟小德妈妈都不省油灯。小夏说的对，这双方家长都不同意了，你们就结婚。我们俩也没想那么多，我就觉得，就算等我的孩子大了，他们呀也不一定同意咱们俩在一块儿呢。小德，有没有想过，这孩子没有2家支持，怎么养啊？而且就这样把婚给结了，得罪了我婶儿，以后怎么进宁家呀？恭喜二位新人！你就别瞎起哄了。你看看这2天家里不炸开锅呀？我婶儿跟小德妈妈都不省油灯。小夏说的对，这双方家长都不同意了，你们就结婚。我们俩也没想那么多，我就觉得，就算等我的孩子大了，他们呀也不一定同意咱们俩在一块儿呢。小德，有没有想过，这孩子没有2家支持，怎么养啊？而且就这样把婚给结了，得罪了我婶儿，以后怎么进宁家呀？其实我跟我老婆都商量好了，我们俩租房子住。我们之前一直在找房子。你俩可真有主意。哎呦，行了，姐，二姐，我知道，凭现在志远的能力，要让他挣很多钱是不太符合实际哈。但是我也不求以后能够大富大贵，我就想啊，咱们小两口以后啊都能有一个稳定的工作，踏踏实实、平平淡淡的，一起撑起一个家，这才是最重要的，不是吗？完全同意，干得漂亮！耗子，你别起哄。那你们打算一直不告诉父母啊？会告诉的，我们已经想好了，等过几天就把咱们爸、咱妈接出来，给他们做一个坦白交代。对，要等着咱爸妈都同意，我不成第2个隋然了。哎，说什么呢你？有没有眼力劲儿？算了，都已经过去的事儿了。小德，你们2个既然结婚证都领了，我们也不能说什么。我弟这个人吧，虽然没什么大出息，不过经过多年考察，基本上算是一个善良的好少年。以后你们2个在一块儿啊，你就多包容。他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，告诉我们俩。来，为弟弟弟媳妇儿干杯！来，小德，其实我挺佩服你的，无论是在感情上，还是在婚姻上，你都比我成熟。我这个人太在意别人的看法，太在意别人的感受。我宁心就是一个失败者。
是个失败者。好了，姐，要不是因为这个事儿，你也不能知道随安的真面目。因祸得福嘛，以后会遇到更好的。姐，二姐说的对，你这么能干，这么漂亮，以后啊一定很幸福的。哼，反正我现在的目标呢，就是干出一番大事。对了，你们那个新公司怎么样？别提了，老板天天板着一张脸，跟全世界都欠他似的，简直就是个自以为是大变态。碰到苛刻的老板是倒霉。我们公司那个也是，自私，又刻薄，就是一个老巫婆，打倒大变态，打倒老巫婆，打倒大变态，打倒老巫婆，打倒大变态，大变态。丹乔，这些都是你喜欢吃的，你多吃点啊。今天又是张妈给你打电话，你才肯回来的吧？见过我的那几个老朋友了？你的公司有什么前途啊？啊？收收心吧，玩也玩够了，该是回归的时候了啊！能不能让我好好吃饭？你这是跟妈说话的态度吗？你不是我的上帝，我的人生不需要你指点。20多年前，你把父亲赶走，让我失去父爱；4年前，因为你横加干涉，让我失去了心爱的女人。你要把我全部快乐剥夺干净才开心是吗？你给我住嘴！看样子我们影响彼此的食欲。丹乔，别跟你妈赌气，她是为你好啊！丹乔，别拦她。树洞先生，人世间的烟火会有多少次无罪的错误和迷失？怎样才能把悲伤从心里抹去？可以抬头望月亮，望着望着就忘了。天哪，姐，你怎么不叫我呀？啊！哎呦，小夏，你能不能优雅一点啊？你这样都不优雅了。哎呀，什么优雅？我都迟到了。姐，我上班去了啊。妈妈，您那儿现在是凌晨啊，怎么还不睡呢？
妈睡不着，整宿整宿的睡不着呀。儿子，你要给妈讨回公道啊！啊，妈，你放心吧啊，儿子现在就去蓝桥国际，一定给你讨回个公道。乖，早点睡啊。我觉得那个案子我们还是可以考虑的，他们之前看过，没问题。静瑶，刘董事长，好久不见，我代表家父向您表示问候。令尊身体可好？还好。那就好。哎呀，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，我到现在还经常想起我当年和你父亲在一起艰苦打拼的日子。好在你父亲有你这么优秀的儿子来接班，我想他完全可以在家里颐养天年了。刘姨谬赞了，小侄以后还有很多事让你多多提携与扶持。哎，二位，我们请吧。来。冯先生，董事长，经过我们企划部分成2组，日夜加班加点，在短短的2天时间，我们就已经拿出了爱德华在中国的首秀策划案，请冯先生定夺。虽然我和爱德华珠宝的冯董事长是至交，小冯总也是我的世侄，但是我们还是要公私分明。同时呢，我也特别感谢爱德华珠宝对我们蓝桥国际的信赖，因为这关系到爱德华珠宝能否打开中国内地市场的首站，也关系到我们蓝桥国际能否与爱德华珠宝进行长期合作的一个关键。今天是我们第1次镜头会，我相信我们的企划部一次不行，重新做方案，一定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做出让爱德华珠宝满意的企划案。一句话，势在必得。好，那下面有请我们企划1组的组长讲几句。哎，师傅，你说这样要离婚的话，肯定是感情不好呀。但是感情不好的话，为什么还要履行呢？这么超前的想法，你都不知道我怎么想。小佳，我跟你说，你的思维可以去做哲学家。张先生早，陈女士早。好早。你好。哎，出来了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来晚了，来晚了。你看啊，她要化妆的。不好意思，定制的好衣服，上车吧。哎，慢点啊。张先生，我们为您准备了您最爱的矿泉水品牌。陈女士，您的零食也是按照要求准备的，低卡健康。考虑了还蛮周到的啊。哦，对了，看资料上显示张先生是素食者，所以呢，我们的餐点也是按照要求安排的。对对对，张先生啊，平时就爱吃素食，其他油腻的一概不沾的，除非有很重要的应酬，一般都在家吃饭。哦，那也挺好的呀。哎呀，现在男人都爱去外面应酬，张先生这样的人呐，已经不多了。这人呢，过分的清心寡欲，这日子过得又有什么意思呢？小夏，出发吧。嗯，好。爱德华珠宝传承英国传统设计风格，匠艺精湛，奢华珍贵，拥有它便是尊贵身份的象征。我的方案是邀请顶级的模特，举办一场时尚与皇家气派相结合的珠宝秀。好，那下面有请我们企划2组组长讲几句。
我是宁馨。说到珠宝，我想大家很快想到奢侈，但是其实珠宝更加代表爱和美。我们计划将莫泊桑的小说《项链》以情景剧的形式在珠宝星上演出。说到项链这个故事，相信大家已经很熟悉了。通过这个故事，我们不难想到3点：首先，各个阶层的女性都有爱美的追求，而爱美呢是女人的天性。其次，就是关于如何爱美，这就涉及到如何分辨真假珠宝，当然这是需要后天进行学习的。第3，就是关于诚信。故事的主人公由于丢失了项链，耗费了将近10年的时间，这表达出爱美女性诚信的好品质。通过以上几点，我们希望将爱德华珠宝赋予更深层次含义。第一，那就是撕掉奢侈品这个标签，让大家相信每个女性都有拥有珠宝的能力。其次，教会消费者如何分辨珠宝。最后，我们希望传达一种观念，那就是爱与诚信比珠宝更加珍贵。树洞先生，人永远不会珍惜3种人：一是轻易得到的；2是永远不会离开你的；3是那个对你一直很好的。但是往往这3种人一旦离开，就永远都不会再回来。很可惜，这一切即将发生，我是不是该帮着挽回呢？如果你觉得应该帮助他们，就去做吧，不要为了迎合别人而改变自己，要坚持自己的想法去改变别人。我说，咱们难得约出来健个身，你怎么还在忙着工作呢？你就不能歇会儿啊？嘿，跟谁聊天呢？聊得这样，又在充当别人的心灵大师呢？你是我的心理医生，偷窥我的隐私可不是你的工作范围。为了病人的身心健康，作为心理医生的我，有权利知道他的情感动向啊。哦，你经常给我灌心灵鸡汤，让我相信爱情。那么你呢？我跟你不同啊，我的心理年龄至少比你年轻10岁。现在呢，正处于少年时期。看样子需要看心理医生的是你。我阳光着，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心理医生。倒是你呀，我觉得你需要多一些正常的社交活动，最好呢是重新开启一段恋爱模式。这样的话就不用老是缠着我了。喂，今天健身可是你约的，本少爷是公务繁忙，舍命在陪君子。别总是工作的啊！哎，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幸福的事情，比如说你的那个小妞。哪个小妞？还有哪个小妞啊？就是你专门为她留着服务器养着的那个呀。要是你的这些事迹啊被各大游戏玩家知道，那些人啊肯定得恨得咬碎了牙根儿。我建议啊，你约她见面。约出来干嘛？因为你需要一些正常的社交活动啊。我没有吗？当然没有，你以为呢？要不是你每个月给我10000把块钱，我才懒得陪你聊天呢。嘿，哥们儿，这一听就是句玩笑话啊，可千万别玻璃心啊。哎，行了，一会儿咱们吃什么去啊？那得你请客，要不然又说我用钱买朋友。哎，行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我的玻璃心王子，请。哎。冯先生，宁馨小姐，晚上如果有时间的话，一起吃饭。你刚拿下了我们公司的企划案，我觉得我们需要沟通一下。这其实都是我分内的工作，应该的。冯先生，你千万别这么客气。我觉得正因为如此，我们才需要更多的了解。接下来的工作是你和我对接，所以找个机会聊一聊。宁馨，如果方便的话，就答应冯总好了，这也算是工作内容之一嘛。
好。树洞先生，你好。如果人都能活到80岁，那10年对一个人来说，就算是人生的1/8。两个在一起10年的人分开，这1/8对他们来说，算什么呢？同济中学77届1班同学会时，陈萍萍同学因为崴脚掉队。赵志伟同学就背着他走在队伍的最后，途中你们在这里休息，互诉生活和爱情的挫折，然后定情。哎，赵先生，您不是叫张志伟吗？怎么写赵志伟？是不是打错了？我以前姓赵，现在姓张。啊，不好意思，那我接着念。没关系。随着时光的变迁，你们一起经历了酸甜苦辣。喜悦和悲伤，现在到了结束的时候了。接下来，请你们为你们的情感画上一个句点。走吧，去找那棵树吧。老张，啊，这都过去10年了，你当时埋了那个罐子是在哪棵树下面？还记得吗？嗨呀，你放心吧，那棵树啊，特别有特点，有2个叉。2个叉。嗯，没事儿，咱慢慢找，肯定能找到。好好好。哎，张先生啊，是这棵树吗？这棵树不是，这是3个叉的。啊？不是说俩叉吗？这个呢？这个像吗？这个也不是，那个分叉的地方特别矮。会长高的吧？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。往那边走走看。张先生，是这棵吗？哎，这个是矮的。嗯，这棵差不多应该是这棵。这么大了！天哪，10年长了这么高。OK。是这个。哎，你非要这样吗？我们不是已经说好了吗？走吧，去下一个地点吧。树洞先生，我拍了一张你兄弟的照片。多吃一点师傅，你说他俩感情这么好，为什么要离婚？
谁知道呢？或许在我们没有看到的地方，他们也有过不合适的时候。不是吧？这一天的观察下来，我觉得他俩感情挺和谐的，跟我身边那些情侣、夫妻都不一样的。我觉得在茫茫人海中能够找到一个适合的特别不容易。他们不仅找到了，而且还相处了10几年，感情这么好。所以我觉得呢，他俩离婚说不定是一时冲动，过几天可能就后悔了。小夏，我跟你说，咱们这个叫私人定制旅行，你又不是民政局的调解员，对不对？我们做好自己的事儿啊，就别操心了。哎呦，师傅，我也不是瞎操心。咱们既然私人定制的话，就要为客人负责任呐。所以呢，我为他们准备了一个惊喜。你要干嘛？哎，我跟你说，千万别乱来，老板知道了可不得了。哎，又是赵总，赵总一天到晚冷冰冰的，跟机器人似的。我跟他可不一样，我可是有血有肉的，说不定到时候他们还会感谢我呢。你这是要做什么了？哎呀，没事儿，你放心，交给我。哎，小夏，喂，Lucy，哎，我跟你说，那个新来的小夏，啊，对，出了点状况，现在，啊，你赶紧跟老板说一下啊，好，我现在过去看着，啊。我要情侣套餐1份，没有听清吗？好的，先生。赵大少爷，你干嘛？是要跟我求婚吗？哼，跟你求婚？你当我瞎啊？那你想干嘛呀？啊，这家餐厅本来就是人家约会求婚的地方，咱们2个大老爷们往这一坐，本来就挺奇怪的。哎，你又非得点什么情侣套餐？你这不是让周围人类的目光更加的刺眼吗？你没看见吗？啊，一个个都跟利剑一样的刺在你我身上。喂，我是来考察的，知道吗？考察什么？考察我对你的真心啊！你看，这是我们城市求婚率和情侣约会排名最高的餐厅，我想看看他们设计的情侣套餐到底有什么玄机。那你应该带个妞来呀，你带我来干什么呀？不是我说你啊，好好的蓝桥国际不去接班，非得自己开什么公司搞什么 APP。大少爷，你已经30多了，还在叛逆期呢。蓝桥国际那是刘兰芝的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好吗？你说没关系就没关系啊。刘兰芝是你亲妈，就算你不想承认，你也是她身上割下来的那块肉。你别说的那么难听行不行？不是我形容的恶心，是你心态有问题。丹江，其实有很多问题你真的要去面对，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。你真的不应该那么的去介意，就比如说你妈的问题，还有徐璐的问题，你都应该去面对。够了，别刺激我犯病。行了。哦，对了，你让我替你去打听你父亲的下落，没有什么消息。难道他在这个世界消失了？或许他已经出国了，都20多年了。你说，要是你的父亲站在你面前，你能认得出来吗？他离开那会儿，我才4岁，所以我只能记住他年轻时候的模样。哎，稍等。你好。是，我知道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好了，我先走了，这顿算我欠你的。下一次你选地方。来，怎么了？说走就走的？那这情侣套餐怎么办啊？就当是给你左右手点的吧，让他们好好庆祝一下。
先生，您是不是和男朋友吵架了？你哪个眼睛看出来他是我男朋友了？我懂的，虽然吵架了吧，但是我们单身也要快乐哦，请慢用。来，静瑶，你尝一下。这是我在武夷山的茶艺师特制的手工岩茶。父亲也爱喝茶。我知道，身在异国他乡，喝茶也许是最好的解乡愁的方式。所以，我准备了一些好茶，你走的时候带给你父亲。那太感谢刘姨了。你爱喝茶吗？我还是咖啡喝的多，不过偶尔也喝茶。换下口味。实习还好吧？还好。我当时因为工作太忙，没有参加你们的婚礼。我想，好像你们结婚应该已经快3年了吧？是，已经3年了。我以为你这次回国，实习一定会陪你回来。他也挺忙的。啊，对了，刘姨啊，丹强还好吧？最近怎么样？那件事，是不是他的心结还没有解开？我想，他总有一天会明白我的一番苦心。你们公司企划部那个宁小姐，她来了多久了？我集团上万号员工，我还真的没太注意过她。静瑶啊，你刘姨是过来人，很多事情我是看得懂的。但是我要奉劝你一句，主次要分明，千万别玩出火，否则你刘姨饶不了你。谢谢刘姨提醒。你干嘛？搞死了！老板知道要找你算账的。哎呀，你紧张什么呀？我也是为他们好。这一天下来，我发现他们俩根本就没有放弃这段感情，所以呢，我要给他们点时间，让他们好好考虑一下。你给他们考虑了啊？老板知道了要炒我鱿鱼的，你知不知道？啊，要是赶紧来。也没有，你别紧张了。来，我请你去喝茶啊。喝什么茶呀？让我请你喝茶。哎。